我问你哦，填错一张表格就要抓去关，你听听看，这像话吗？你没有听错，我绝对没有讲错，这不是什么笑话。跟你说，这是真真实实在我们台湾司法体系上演的荒谬剧啦。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案子，看一张小小的行政表格是怎么掀起滔天巨浪，差点把一个年轻人的人生都给毁了。没错，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一张表格的战争，到底是罚钱了事，还是直接上手铐？主角叫做武曌，一个年轻人就做点虚拟货币的买卖啊，他怎么会想到，就因为一张什么遵循声明书的表格，竟然被我们伟大的司法体系当成重罪犯来办？这已经不是罚钱可以解决的咯，这是手铐，是监狱。这整件事我跟你讲，根本就在挑战我们所有人的常识底线，太离谱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指控，这整件事是怎么开始的？这个叫武曌的年轻人，有一天呢，好端端的在家里工作，突然间检察官就找上门了，说他涉嫌什么诈欺，还有洗钱。我的天哪，你听听这两个罪名，这都是重罪耶！对一个靠自己本事赚钱的年轻人来说，这根本就跟世界末日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武曌到底是谁？很简单，他就是一个个人币商，帮人家买卖虚拟货币。结果呢，就在2023年4月，他经手的一笔交易出事了，上游的钱被查出来，说是诈骗集团的赃款。我们检方一看，哇，不得了了，马上就说，这个武曌，你就是诈骗集团的共犯，你就是帮忙洗钱的坏蛋。等一下，这中间的逻辑是不是跳得太快了点啊？人家只是做个买卖，怎么马上就变共犯了？好，我们来看看检方是怎么说的。他们画了这张金流图，说你看，诈骗的钱先进到一个账户，然后在里面混一混，最后呢，就拿这笔钱来跟武曌买加密货币。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武曌，你就是洗钱链的最后一关。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哦。但问题是，魔鬼永远都藏在细节里。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有多离谱。好了，各位观众，重点来了，法院的逻辑。法院到底凭什么？我是说，凭什么说武曌有罪？你听了绝对会吓到下巴掉下来。我跟你说，法官的那个定罪逻辑，那个推论过程啊，简直可以去拿诺贝尔最佳创意奖了啦！真的太有才了。他们用了一个很神奇的法律名词，叫做间接故意。这是什么东西？我用白话讲给你听。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是真的打从心底想去犯罪，但是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可能会出事，结果你还抱着一种哎呀没差啦，发生就算了的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你看到了吗？法院就是用这个你觉得没差的心态来认定武曌有犯罪的意图。 Unbelievable。 来，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法院的定罪4部曲，真的是旷世巨作。第一步，你是币商 ，OK。第二步，你依法要填一张表也没问题。第三步，你没填，好，关键来了。所以第4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你有洗钱的意图。各位乡亲啊，你们听懂这个逻辑了吗？没填一张表就等于你想洗钱。一个明明罚钱就能解决的行政疏失，直接被法官升级成犯罪的铁证。我问你，这不是神逻辑，什么才是神逻辑？好，听完法院这种天马行空的说法，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满头问号？辩护律师团当然是气到快跳起来了，他们就说法院这种乱七八糟的推论根本就是无限上纲，你这样搞是在动摇国本啊！来，你看这张对比图，问题就一清二楚了。法院的见解是什么？你不填那张法遵声明，就代表你想搞鬼，你就是想洗钱。但是辩方怎么说？拜托一下，这根本是张飞打岳飞啊！行政上的违规就用行政法则来处理，刑事犯罪才是用刑法来办，这是两码子事。难道我今天忘了缴税，就代表我有意图要去抢银行吗？这什么鬼逻辑？根本不通嘛！辩方这个比喻，我跟你讲，真的是一针见血。他说这就像什么？就像我开车看到测速照相，我踩个刹车减速，难道就代表我同意路上发生连环车祸吗？有这种道理吗？当然没有嘛！法院就是犯了这个天大的根本的错误，把不想被罚钱跟想要去犯罪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硬生生的扯在一起。
所以辩方的结论其实很简单，法院根本就搞混了，把一个顶多就是罚钱了事的行政问题无限上纲，搞成要抓去关的刑事重罪。我告诉你，这不只是对武曌一个人不公平而已，这是对我们整个法治社会的公然践踏。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接下来才是整出戏最高潮也最讽刺的地方。辩方在法庭上拿出了一张王牌，一个堪称是核弹级的证据。那这个证据是谁给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政府自己的官员，金管会的主委亲口说出来的话。各位观众，大家眼睛睁大看清楚这个时间轴，就在武曌那笔有争议的交易发生的前几天而已哦。我们金管会的大家长黄天牧主委，他才在立法院公开承认说，相关的法规根本就不清楚，还存在着大片的灰色地带。这就是黄主委当时在国会殿堂讲的原话，他讲得清清楚楚，金管会当时管的范围是只有那些已经来申报的业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像武曌这种还没有来申报的个人币商，到底要不要管，要怎么管，连金管会自己都还在摸索，都还在研究啦。你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连主管机关自己都承认规定不清楚了，我们的法院竟然还可以把这个不清不楚的规定当成犯罪铁证，反过来说你应该要知道，而且是故意违反，这不是陷人于罪是什么？这不是在逼死我们老百姓吗？好了，讲到这里，证据全都摊在眼前了，辩方有理有据，甚至连政府最高主管机关的官员都亲口认证的法规不明确。那你想，法官该怎么判？照理说应该很清楚了吧？我跟你说，最后的结果绝对会让你意想不到，真的会让人下巴都掉下来。就算有这么多这么离谱的矛盾，武曌最后依然被判有罪。你没听错，法院维持原判，意思就是我就是要办你，怎么样？我们最后来整理一下这整件案子到底有多荒谬。罪名是会毁掉一个人一生的重罪，洗钱罪。定罪的证据是你没有提交一张行政表格。最大的矛盾点是，连制定规则的政府机关都承认当时的规定根本就不明确，而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年轻人被判刑定谳。各位，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司法。所以这个案子留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问号。当新的科技跑在法律前面，我们的正义到底该由谁来定义？是靠法官这种天马行空的神逻辑吗？还是我们应该回归法治的根本，把行政法跟刑事法的界限彻彻底底的划清楚？武曌的案子恐怕只是一个开始，下一个又会是谁？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深深的去想一想。